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一个月以来就是遇到比较难的事情。我是上个月救了2只猫从外面，当时它们的情况都挺不好的，一只猫刚刚出生，还有一只猫它的手是断的，然后当时大家都以为它刚刚生了宝宝，然后我就把它也带回家照顾了。然后我们小区的人就一起凑钱，然后我带这只猫去医院检查身体，然后想说，给它做一个绝育手术，这样以后它就不会再怀孕，不会再生宝宝了。所以我就带它去了2次医院，检查身体。然后第3次去的时候呢，医生就准备给它做手术，在把它的肚子打开以后，才发现他们把这只猫的性别搞错了。我们以为它是母猫，但其实这只猫是一只公猫啊。所以而且它是已经做过手术的公猫，所以它其实不需要再做这个手术。可是它的肚子已经打开了，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把它带回家，然后放在我家先休息。休息好了以后，我就打算给它找一个领养人，因为评估了一下它的情况，它的情况就不太好，它的肩膀是断了的，然后它已经绝育过了，而且它的性格非常的亲人，人只要在它的旁边，它就会去跟那个人互动交流，所以说。评估了一下它的这个性格，它不是很适合在野外生存，因为真正的野猫它们是不应该跟人有那么好的关系，然后它们也是需要非常健康的，所以说我就想给这个猫找一个领养人，然后我就在网上每天就发布这个领养信息，我说我这里有一只2岁的小狸花猫，如果你想要养一只猫的话，可以来找我。可是我这个领养信息发了差不多3个星期、4个星期吧，一直都没有人来问我来想要领养这只猫。然后我就跟本地的朋友聊了一下，他们看了麦麦，麦麦就是这只猫，我给它的名字。他们看了麦麦，然后他们说，不可能，就是这只猫至少在这个城市是不可能领养出去的。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呢？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在这边，本地人都喜欢品种猫，不太喜欢这种中华田园猫。我说品种猫是什么样的猫叫品种猫？他说就是那种从外国进口的猫，比如说像英国短毛猫，德国的那个什么大耳朵的猫，还有像埃及的那个黄色的那种猫，是大家比较喜欢花钱去买的，所以说他们一般是不会养这种中华田园猫。所以这种中华田园猫在这里可能满大街都是，你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如果你想要，你直接去公园抓它们就好了。对，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还是有一点点希望说，希望会有一个人来把麦麦领养走，然后照顾它，因为它的那个身体情况不太好嘛。可是他，非常的健康。我带他去医院做了2次检查，他的所有的数据都非常的好，只是他的手有一点点问题。然后我就每天在网上发领养信息，也没有人来问过我。然后好不容易，上周有个人说可以领养它，我还挺高兴的，所以我又给它打了疫苗，然后吃了驱虫的药，然后把它所有的东西都准备了，它要吃的猫粮，还有它睡觉的那个窝，我都给它准备好，就打算这周末就送过去。可是今天那个领养人就告诉我说，他领养了另外一只猫，然后就不能领养麦麦了。然后我刚刚可能就是情绪突然就忍不住了，因为
照顾猫真的是照顾领养，就是流浪猫真的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你要时刻关注它们的健康情况啊。所以我刚刚突然就大哭了一场，就受不了了，因为我真的很焦虑。然后我发现我在这1个月里面，我也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歧视。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说在国内，在中国，我们没有歧视这个概念，虽然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一般我们不会说这些事情叫歧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歧视和被歧视是什么感觉。我以前刻板印象里面，我就觉得歧视就是别人指着你的鼻子，然后骂你是不了不了不了，你滚出去，我们不要你在这里。我以为这个叫歧视。但是这1个月呢，我就发现说，真正的歧视你是听不出来，你也看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人会发现这是一个歧视的事情，但是当你被歧视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出来。就是说在这1个月里面，我感受到了非常多的不方便，还有就是说不出来，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吵架，但是你又感觉自己很不舒服、很不公平的那种瞬间。就比如说因为麦麦它是一只中华田园猫，所以它找领养的速度特别慢。像我朋友他的猫是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但是他们说是品种猫，然后他那里他的猫生了4只小猫，然后在2个月以内都领养出去了，所有人都愿意领养这样的猫。但是你像麦麦，就是它是一只完全健康、性格特别好的中华田园猫，我就一直发布这1个月的信息，而且我会承诺说，我给这只猫会买医疗保险，都没有人想要领养它。还有另外一个我感觉很不舒服的点，就是说我带它去医院的时候，医生看它是中华田园猫，所以医生对这样的猫的刻板印象是它们的身体很好，它们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它们也不需要用很贵的药，所以说就是只是随便的检查一下，不会特别认真的去对待这些猫，所以这才会导致说麦麦最后在手术台上肚子被打开了，然后医生才发现他们弄错了。如果是一只品种猫，我觉得这个医生在检查和做手术的时候都会非常小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猫很贵，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们需要赔很多钱。但是像这种中华田园猫，他们不需要，就是出了问题，他们没有赔钱，他们还让我付了钱。所以说，这种事情就发生了很多次。然后我在发布领养信息以后，也有收到很多人给我发的信息，他问我说还有没有别的猫，有没有那种就是外国的猫，还问我说有没有胖胖的，脸胖胖的，还有爪子肉肉的猫。只是因为它是一只中华田园猫，所以它所有的对待都是非常冷漠，它接收到的所有的不管是态度还是医院的治疗都是非常冷漠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很难受的就是我发现被歧视的那个对象他是很难反对别人的。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本地的人都说，哎呀，你干嘛要为了这么一只便宜的猫花这么多时间和钱。然后我在跟他们讨论，就是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都是很好的猫的时候，他们就就是会嘲笑我。我真的就是接收到了歧视，然后你跟他们讨论，然后他们会嘲笑你，所以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想法。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城市
中华田园猫没有人帮他们做绝育的手术，所以他们每年就一直生宝宝，一直生宝宝，然后猫特别多，死的也特别多。这些猫它也会去吃别的动物，也会对别的动物有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说，现在我是觉得说，像这种流浪猫，它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问题，但是大家都看不到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没有发现说自己在对一个生命做一些审美的霸凌和种族歧视。这样的词语真的用在动物身上我都没有想到，但是我没有别的词可以说这样的情况。对，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吧，还是祝我好运吧，祝麦麦好运。情绪不太好，我好像也说不下去了，就这样吧。